循环周期的终结。西藏负面网格的最后残留，也就是西藏北部负面基地已经被清除，从此该网格永远的消失了。现在唯一主要的残留就是地表的黑暗网格。现在没有了负面阿加森派系在灵性层面的支持，即便是光明势力现在完全停止清理地表世界，地表的黑暗网格也会在7年一度的物理周期内全面崩溃。这意味着我们到达了隧道的尽头，圣光终于可以开始进入地球的地表世界了。卯宿星人再度在太阳系内变得活跃起来，他们表示他们现在几乎完全疗愈了他们战争的创伤，因此他们更加的了解地表光之工作者的处境，并对他们产生了无条件的慈悲之心。有关 X 行星的间接证据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主流媒体当中，科学家们发现了第二个柯伊伯带，距离太阳70个天文单位，而这里正是 X 行星所在的轨道位置。与潜伏者结束纠缠的过程正在全力展开。9月27日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天文构象，它将会通过把原子灵性能量带入地表世界来触发26000年宇宙循环周期的结束过程。这是1996年以来原子灵性能量首次进入地表世界。届时海王星与天王星、冥王星的终点处会形成准确的合相，这次合相将会触发2025年很多重要的星象。从现在起到10月底，我们将会经历一段深刻的灵性转变还有进化的过程。在这期间，来自灵性层面的能量脉动会开启新文艺复兴。出于此原因，我们正在准备一个简短的工作坊，还剩下几个名额。如果你感觉到指引，可以加入我们。龙族的线人表示，我们现在可以超越战争，把我们的注意力从黑暗的实相上移开，因为这些实相最终都会瓦解。这种重新集中我们注意力的过程，就像是我们进行肌肉训练一样，随着练习会变得越来越好。为此，他们释放出以下的冥想，从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我们。从现在开始到11月22日，是二元对立进行最终三角合一的时间段，这会带来很多事情的终结。这个过程在能量层面是通过地球的第2颗卫星来完成的。在11月，很多极其重要的能量事件将会发生。11月份上旬，地缘政治危机过后，冥王星将会于11月19日完全进入水瓶座，这是进入水瓶座时代的一大象征性步骤。接下来，在11月22日，1111星门将会迎来它的完结。11月24日，光明势力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将会完成。接下来11月29日，一个强大的周期将会终结，带领我们进入12月还有1月份的突破。在这期间，黑暗势力会企图让态势升级，但是我们需要与我们更高的自我保持连接，护持圣光。我们只需要把圣光带入，而圣光就会自然而然地完成需要做的事情。2025年，为期7年的旧石像瓦解过程将会展开。这个为期7年的过程涉及到很多冥王星、海王星精准的6分相。2032年，这个瓦解周期就会结束。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马丁·阿姆斯特朗预测，届时我们当前所知的体系将不复存在。此外，根据消息人士称，在2032年左右，地球的磁场强度将会下降至50%以下，太阳转变成微新星，这个过程当中预备活动的增加，足以摧毁以电力和互联网为基础的地表文明。不过，所有的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事件会推迟至2032年发生，因为事件的发生时间
仍然需要保密。光的胜利